下来。哎，真的会烫到哎！哎呀，你没有教我勾边，我的手在抖了。没有。我从小就偷喝我妈妈的咖啡，不过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呢，我才开始每天至少要有一杯南洋咖啡。但不管是南洋咖啡还是精品咖啡，只要是咖啡我都喜欢。所以今天我很开心，因为可以来学习怎么泡咖啡。在女皇镇这一带呢，有一个咖啡业的老字号，在这里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。不过这个传统老字号，如今却卖起了新式的精品咖啡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想要什么呢？哇，有这个，我赶快，可以。好了，你的咖啡。好美哦，谢谢。谢谢。我刚才看你做的时候，好像还不是很难。是的可。以教我怎么做吗？可以啊，我们去后面吧。 OK。你们是用什么样子的豆子？我们用的是中等烘焙的阿拉比卡豆，我看到上面有一张纸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其实是咖啡师每天我们调出来的咖啡粉对那个水的比例，所以每天要根据那个温度、湿度那些来做调整。对，好，我想要喝拿铁，马上教我怎么做。可以。我们首先先做我们的 base 就是我们的浓缩咖啡，所以我们要的是18克的咖啡粉。这个把那个粉压好。对，压实它，压实过后就可以做咖啡。哎，你现在有个磅秤在底下，你是对在称它出来的那个结果是多重？对，所以我们旁边那里写，我们需要22克的浓缩咖啡。这些我们所谓的 espresso base 的咖啡都是以这个 base 做出来的。好像mocha 的话就是浓缩咖啡加巧克力加牛奶。然后拿铁就是单加奶。对，加牛奶。这一间呢有一个非常新潮的名字，不过卖的却是传统的南洋咖啡。老板，哦，你好，我要一个kopi C kosong。一杯果比西果松啊。好的。来，这是你的果比西果松谢。谢老板。老板，其实我今天是想要跟你偷师的，可以教我怎么泡南洋咖啡吗？当然可以。基本上南洋式的咖啡是用这种 Robusta，为了要特别一点，就是带出那个香味，我们就有一个我们叫做大象豆，这个其实是 Librica，然后还有比较西洋的这种 Arabica，第一我们就加进去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搅。跟那个精品咖啡也是一样嘛，也要搅摇磨。其实对，很相像。然后这个搅拌壶，我们就开始先要加热水，然后我们就一直搅，然后你就会开始看到有那些泡出来。这个我们叫咖啡开始在发，开始就会闻到那个咖啡的味道了。当你拉得越高，它就会香一点，像是一个表演这样，就感觉就那个，对，这壶咖啡就好了。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咖啡的那个 coffee base，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做客人的 order， 比如说他们要 coffee or 他们要 coffee， 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。哎，跟那个精品咖啡很像，他们也是有一个，不管是什么咖啡都是一个 espresso 一个 base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泡kopi C kosong。首先我们一定要烫那个杯，所以我们会加热水，所以就把这个杯子给烫烧。然后我们就加这个淡奶先，记得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咖啡就要拉，然后它就会 create 那个泡泡出来，像是一个表演这样，就 kopi C kosong 就好了。不像精品咖啡还需要拉花。对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打发那个牛奶，开始做拉花。不怕被那个蒸汽给蒸到吗？还好，因为它其实只是对准那里。首先我们要把蒸汽棒放入牛奶里面，3点钟的位置，把蒸汽棒打开。它是把空气拉进这个牛奶里面，注入进那个牛奶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学做一个心形吧。最简单的是心形。对。初学者通常是从心形开始的。其实如果以步骤来说，其实不难。就是混淆那个咖啡，混均匀了之后，我们就让奶泡滑入那个咖啡。这样的话，到你上场啊。我慢慢的来
勇敢一点。不要让它跌到了台上。没有。Take 2，这个是第2杯，是的，我的手在抖了。放轻松，放轻松。翻杯。那个奶泡还没出来耶。出来，对。 Take 3，加油。白色出来了。这个南洋咖啡跟精品咖啡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要拉。精品咖啡要拉花，这里是要拉咖啡。Yes， 对的。现在就轮到你了。OK， 来这样子哈，有一个角度。对，所以你就给它慢慢下来，小心。OK， 就可以了。哎，真的会烫到哎。对。刚才拉的时候中间还短了。对，这个就需要一点训练，就是做久了你就会抓到那个技巧。这样可以卖了吗？可以。好，有那个泡泡了。Kopi C kosong。精品咖啡呢，泡咖啡的部分完全交给机器，但是就是拉花的那个部分比较困难。在这个南洋咖啡也是这个拉的动作难，可以取决于那个咖啡到底好不好喝。是的。现在可以开档了。好的 ，Let's do it。哎 ，Hello。One kopi。OK。哎，等下，你没有叫我 Kopi 哎，你叫我 Kopi C 怎么办？没问题，可以的。Kopi 就是炼奶，偏奶，对，炼奶对吗？所以我要加多少？3汤匙，然后多1个汤匙。然后这个是大概10 ml 的淡奶，一样就跟你泡Kopi C kosong一样，就是你拉那个泡泡出来。是的 ，OK。加 Kopi C， 哦 ，Kopi 呀 ，Enjoy。这个部分是最简单的，因为磨这个豆子不是我磨，是机器磨，我只需要压一压。来，试试看。终于有半片心了，师傅，来，看一下，感动，终于奶泡出来了。因为奶泡出来就是说你抓到手感了。看看感觉如何？其实蛮顺口的耶，喝的时候很舒服。我32岁开始 Kopi Fellas， 我自己本身也喜欢喝南洋咖啡，我也喜欢喝like DC kosong。我的叔叔他们也是开咖啡店的所以我就跟他们学习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变成比较新一代这样。Kopi 是一个很传统的名字啦，可是 Fellas 就是给人家那种很新潮的感觉，所以就把它混在一起，给人家感觉是一个比较年轻化的一个品牌，然后也可以保留这个传统咖啡的那个 heritage。起初的时候是觉得，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些资源在了，做传统咖啡已经做了几十年了，所以要打发一个新的市场，精品咖啡那个时候慢慢的有人去了解它，就觉得为什么不要尝试进入精品咖啡？你会不会担心我们这里的南洋咖啡这个传统会慢慢的在我国消失？我觉得是会的，因为年轻人也会可能感觉我在 cafe 拉花那种就感觉比较 hip 一点，所以我们也尽量看能不能把这个牌子弄成比较年轻化，所以可以吸引他们，然后也可以觉得我们也是 proud 的，我们是泡南洋咖啡的。其实做南洋咖啡真的是蛮辛苦的，很多烟，泡的时候也是通常是在那种小贩中心比较热一点。我觉得它会继续下去，不过可能比较少一些人会做，因为还是有些人比较喜欢传统咖啡的味道。你自己喝不喝精品咖啡？我也是会喝，我也是会去研究他们的泡法，我们也会试用南洋的咖啡粉来做那种 cold brew coffee， 所以我觉得也不可以说，我就是卖南洋咖啡，我就不去尝试别的咖啡。我今天早上刚刚喝了一个Kopi C，
你不会因为卖精品咖啡，所以只喝精品咖啡吗？不会，是一种不一样的享受，不一样的味道吧。你觉得哦，精品咖啡能不能够算得上是南洋咖啡的一个延续？不能说是延续下去，因为其实真的是2个不一样的咖啡，不一样的文化在。老师给我打分，满分5分，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敢说。首先我要说一下，其实我们今天时间真的很有限，你通常可能一个需要练出可以给顾客的一杯咖啡，其实需要几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我给你4分，继续加油。我给你4.5分。哇，那么高啊！对， 4.5分啊！因为你真的是学得很快，就已经可以拉到那个泡泡，然后那个0.5就是永远可以进步，因为我们也是都一直在学习在进步。谢谢你。谢谢。精品咖啡呢，价格有一点贵，所以我相信它的市场还是有限的。那南洋咖啡它的味道比较厚醇，相信喜欢这个味道的人每天至少要来1杯。所以我觉得哦，只要我们能够吸引年轻人来泡南洋咖啡，南洋咖啡肯定能够延续。